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莱阳县有一个穷书生叫杜一凡，父亲本是城里的一名屠夫，后来与人争吵，错手将人打死，被官府拿了去砍了头。母亲带着他艰难地过了2年，后来实在熬不下去，抛下杜一凡远嫁了他人。那年杜一凡刚好16岁，父亲死了，母亲不知道改嫁到何处。孑然一身的杜一凡为了生活就在城里帮人书写家书，这也得益于父亲还在的时候，花钱让他上了几年学堂。莱阳县城本来就不大，需要写家书的人就更少了，所以杜一凡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，但其他的营生路子又太苦了，以致杜一凡每日刻苦读书，想着有朝一日通过科考改变自己的命运。一日，杜一凡住处的隔壁房子搬来了一女子，搬来的当天，杜一凡刚好就碰见，只见这女子约莫17、18岁年纪，面似芙蓉，眉如柳，容貌甚美，给杜一凡做了个万福礼。杜一凡直看呆了眼，女子笑着轻步而过，这一笑一颦深深地烙在了杜一凡的脑海里。此后，杜一凡心中就多了一件事，看书之际经常抬头眺望隔壁的女子，发现女子也是个多才多艺之人，偶尔还能听到女子弹琴歌唱，图片来源网络。杜一凡更是想结识该神女，奈何自己是一介穷书生，不敢直接相问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才知道隔壁的女子是城中云梦阁的歌姬。云梦阁是一个风花雪月之地，女子也只是在云梦阁卖艺非卖身之人，艺名叫柳月，真名姓甚名谁，杜一凡就没有打听到了。能在这种地方保持玉洁之身，也算是难能可贵的人了。杜一凡就经常以柳月作画，感情是害了相思之苦。他日，杜一凡在街边给人写家书，当他的目光扫在人群中，仿佛整个世界都静止了一瞬间，只有他的眼神在注视着他。姑娘，你这可是上上签，你乃是县令夫人左边挂着挂命2字的老道说道。先生说笑了，小女子就一风尘女子，何能是县令夫人？柳月盈盈一笑，那老道啰了啰山羊胡子，姑娘大可不信，你将来的相公原本是个穷书生，但得你相伴，有朝一日准是县大爷。话已至此，天机不可泄露。柳月放下10文钱，飘然而去。杜一凡听到书声什么的，离得虽不远，但人多嘈杂，其他就没有听清楚了。先生，请问刚刚那女子在你这里卜了什么卦？杜一凡过来作揖问道。他人天机，岂能向你透露？挂命老道闭上了眼睛，根本就不理他。杜一凡心里明了，这老道肯定是要开口费，于是心痛地从口袋里掏出10文钱，放在了老道的面前。哪曾想老道开口就骂，你当本仙是贪财之辈吗？给了钱就会告诉你吗？话虽如此，但老道还是伸手将文钱收了起来。杜一凡愕然地看着这个道貌岸然的牛鼻子老道，正想将文钱抢夺回来，这时候老道开口了，虽不能告诉你，但我可以算算你们之间是否有缘。杜一凡转念一想，也行，那请道长帮我看看是否有缘。老道不假思索地说，有缘。杜一凡一直等着老道说下去，但老道不再说话了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？今日已挂满，本仙得收摊了。老道说完就真的收起了摊来，令杜一凡恨得牙痒痒。这钱比自己写家书好赚多了。老道拿起挂命挂幡，边走边说，沧海月明珠有泪，蓝田日暖玉生烟，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。再说那柳月回去之后一直在想老道的话，自从家道中落后，自己就沦落到卖唱为生，难不成真的会有县令看上自己？想来自己都觉得可笑，不禁地摇了摇头。
杜一凡回到家中，决定给柳月写一封感人肺腑的书信。就这样，两人的生命轨迹就有了交集。其实，柳月从搬来的那天起就已经注意到杜一凡了。他也知道杜一凡是一个苦命的人，成天还不忘读书。纵然如此，柳月也没有想过去打扰并不在同一个世界的杜一凡。但自收到杜一凡书信后，一颗躁动的心在柳月心里生根发芽。这晚，柳月又弹起了自己喜爱的琴弦，一时忧愁，一时欢快。住在隔壁的杜一凡也是听得清楚，于是鼓起了勇气，敲响了柳月的家门。开门的正是柳月，听闻姑娘歌声，如痴如醉，小声冒昧打扰杜一凡说着。柳月听闻，一时之间也不知道如何作答才好，愣了几息。姑娘是否介意请我进去一坐？杜一凡见柳月如此，也是大胆说了出来。哦，公子请进。柳月尴尬了一下，两人聊了小半会，才知道原来柳月真名叫杨小柳，原本是个商贾之家，后来家道中落，父母亲也离世了，现如今也是孤身一人。此后，杜一凡经常借故琴声来访，一来二去，两人就熟络了起来。也许是被杜一凡的书生气吸引，也或者是老道的话语缠绕着杨小柳，两人慢慢的就如胶似漆。后来干脆就住在了一起，两人每日谈论着诗词歌赋，就这样一起过了有大半年。后来杜一凡干脆就专心读书，不再到街上给人写字了，待到明年开春参加科考。可是事与愿违，因前些日子杜一凡偶感风寒，近几日不断咳嗽，一天晚上竟然还咳出了血，可把杨小柳吓得不轻，整日焚香祷告也不见好。后来请了城中的名医诊断，郎中也是摇了摇头说，杜公子的虽不是绝症，但也是一种富贵病，需要不少上好的药材来医治。郎中的意思，这病能治，但很花钱，如果对于富贵人家根本就不算事。可是杜一凡与杨小柳都不是富贵人家，杨小柳仅有的一些积蓄很快也就花费光了。杜一凡抱住杨小柳痛哭流涕，小柳，我不想死啊，我还要参加科举，我还有许多的抱负没有实现。杨小柳也是声泪俱下，一凡，你放心，我会想办法让你好起来的。从不出阁的杨小柳，自那天晚上之后，为了救活意中人，也是踏出了那一步。近段时间来，花费少说有几百两。杜一凡也是奇怪，小柳为何突然就富贵了起来，带着疑问。小柳，我感觉我的病差不多好了，近来辛苦你了，我这个病也花了不少银子吧？你是哪里来的银子？杨小柳不知如何作答好，就是不断哭泣。在杜一凡不断追问下，才说出实情。一凡，我不求你将来娶我，但求你与我相处6年，我也就心满意足了。杜一凡听完后，也是泣不成声。我杜一凡何德何能，此生定不辜负家人，无论高中与否，必定与你共度余生。两人哭着抱作一团，一夜无眠。次年开春，杜一凡告别了杨小柳，踏上了科举之路。2个月后传来书信，说是考取了2甲30名。杨小柳听到后非常高兴，但杜一凡信中还说道，如果想有个好的出路，还得要花些银子走动一下。杨小柳又从掌柜那里支借了一些，托人给杜一凡带去，可那点钱财根本就起不了作用。留在京城的杜一凡就到处打听办法，每次发榜之后，京城的达官贵人都会物色一些才子佳人，要么收作自己学生，要么给自己亲人找个有潜力的才子。但杜一凡考得并不算太好，所以这2条路他都没有选择的机会。一日，正在学馆看书的时候，听闻同是本次科考的学子说了个笑谈，说吏部右侍郎王大人在为他侄女物色一个如意郎君。本来这种好事是很多人趋炎附势的，可他那侄女不单奇丑难堪，还长得形同圆球，所以许多本有心的人都却而止步。
正在为自己前程而烦恼的杜一凡听了之后，眼前一亮。可当想起家中的杨小柳，他心中闪过了一刹那犹豫。女人哪能与自己前程相提并论？而且那杨小柳还……杜一凡不愿多想，心中下定决心，毅然去拜访了王大人。很快，莱阳县衙就贴了今年本县才子的科举任命，杜一凡的名字赫然排在了首行，被朝廷任命为栖霞县县令。杨小柳看到告示，激动万分，想起那老道，果然没有骗自己，高兴之余就等着杜一凡回来省亲。可是左等右等7、8个月过去了，也不见杜一凡回来，也不见有书信回来。很是担心的杨小柳决定到栖霞县去寻找杜一凡。可是到了栖霞县衙一打听，小吏告知他，杜县令根本就不认识他。杨小柳心想，定是衙役没有禀报清楚，于是和衙役说：“差大哥，你再和杜县令说是他的妻子杨小柳寻他来了。”谁知道几个衙役听了之后哈哈大笑，行骗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，我们杜县令夫人姓王，是当朝吏部侍郎王大人的侄女，念你一介女流，再敢造次就把你抓起来。杨小柳听完之后犹如晴天霹雳，当初的海誓山盟既然如此不堪，不知道该去往何处的杨小柳边走边流泪。为了杜一凡，自己到现在还欠着云梦阁掌柜的钱呢。浑浑噩噩，不知怎么的就来到了一条大江之上。生无可恋的杨小柳没有任何犹豫，纵身一跳，跳落了那江河之中。姑娘，你终于是醒了过来，这几天可把我吓坏了。只见一个稍有黝黑且俊朗的男子对自己说道。杨小柳发现自己躺在一张木床之上，看看周围，这是一间不大的茅草屋。这是哪里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杨小柳疑惑地问道。这里是我的家啊。是了，姑娘，你怎么会掉入江河呢？若不是我打鱼刚好看见，可就危险了。男子继续说道。哦，感谢大哥救命之恩，不知道怎么称呼大哥。杨小柳感觉头还是昏昏沉沉的。感谢个啥啊？也就刚好见到。我叫叶修，不介意的话就叫我叶大哥吧。姑娘，你怎么称呼啊？叶修豪爽地说道。叶大哥，叶大哥。杨小柳重复着叫了2声叶大哥。可是我也不知道我叫什么啊，我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。看来姑娘是撞到河里的石头了。我捞你上来的时候发现你头流血了。叶修也是挠了挠头。这可如何是好？你这记不起来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把你送回家啊。杨小柳是真想不起来了，于是问道：叶大哥，你是干什么的啊？我啊，就是一个打鱼的。叶修呵呵一笑。叶大哥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我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，你暂且收留我，待我想起来之后我再离开。杨小柳也是没有办法，到时我会付你房钱的。这有什么的？姑娘不介意就好，总不能把你扔了吧？哈哈哈，叶修打趣说道。杨小柳也是被逗得咯咯直笑。现在你连名字都不记得了，但总叫你姑娘姑娘，显得生分。如果不介意的话，以后就叫你小鱼了，因为是在河里发现你的，但凭叶大哥喜欢，小妹以后就叫小鱼了。失忆后的杨小柳没有了之前的忧愁，人也活泼起来了。就这样，白天叶修就到江河上去捕鱼，当捕到的鱼就拿到集市上去卖，晚上就拿起书读了起来。当杨小柳见到叶修在灯光下读书的样子，总有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叶大哥还是个秀才啊！杨小柳总想抓住那种感觉，可就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这样的场景，于是就借机问了起来。啥秀才不秀才的，就是一个打鱼为生的穷书生。叶修想到自己的求学之路，自己打趣地说道：叶大哥，你既然是个秀才，为何不去考取个功名呢？杨小柳不解地问。小鱼啊，叶大哥告诉你。叶修说，人世间有许多苦难，没有办法尽善尽美。叶大哥不是不想考取功名，而实在是囊中羞涩，
连路费都还没凑够。人世间有许多苦难，没有办法尽善尽美。这2句话一直回荡在杨小柳的脑里，但又说不上什么来。于是说，以后我也帮叶大哥干活凑路费啊，那感情好啊。不过你还是尽快想起自己是谁吧。这几天叶大哥睡地板，都把腰睡得咯吱咯吱响了。叶修就是喜欢逗逗杨小柳。原来这些天，叶修把床让给了杨小柳，自己睡在地板上。杨小柳羞涩地说，其实床有那么大，叶大哥也是可以睡上来的。那怎么行？共处一室都玷污了小鱼名声了。叶修感觉自己玩笑开过头了，无奈叶大哥一贫如洗，就先委屈下你了。就这样，他们俩又生活了1年多。一日，叶修高兴地拉着杨小柳的手跳了起来。小鱼，我们终于凑够了赶考的盘缠了，明年开春就去参加科举考试去。杨小柳还是没想起自己是谁，但经过1年多，两人早已产生了感情。杨小柳听到后似乎触动了什么，一股黯然之气油然而生，好像将要失去叶大哥一样。小鱼，难道你不为叶大哥高兴吗？叶修见到杨小柳似乎有种失落的情绪，并没有，当然为叶大哥高兴啊，但我怕叶大哥有了功名就忘了小鱼与叶修一起。杨小柳叶学会了打趣他人，怎么会？如果叶大哥高中了，就回来娶小鱼。叶修高兴地说，如果失利了，就还是做你叶大哥，可好？不好。说完，两人均是哈哈大笑，不断追逐打闹。又是3年一度的科举考试到了。这天，杨小柳帮叶修收拾好行李，叶修紧紧地握住了杨小柳的手，深情地说道，等我。说完，背上行李就走了。不到2个月的时间，栖霞县发生了2件大事。一件是杜县令由于受吏部侍郎王大人的影响，据知情的人说，王大人由于选官舞弊被皇上砍了头，而杜一凡正在其列，被革职抄了家。在杜一凡被赶出县衙的时候，栖霞县的老百姓都来围观，杨小柳也在围观人群当中。当看到杜一凡被官差轰了出来的时候，杨小柳刚好看到了那张脸。当看到那张脸的时候，杨小柳终于是想了起来，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不是悔恨，在他心里始终觉得对不起一个人，也是觉得与这个人马上就将分离了。另一件事就是在杜一凡被赶出县衙没过几天发生的。本县在此次科考中有人考取了状元，而这个人正是名不见经传的叶修。杨小柳知道后，有喜有悲，喜的是替叶修高兴，悲的是自己即将要与他分离了。是的，自己有何脸面配得上状元郎？家中的行李，杨小柳早就收拾好，他不想不辞而别，他要将所有的事情告诉叶修。他并没有为叶修付出过什么，叶修不愧对他，所以他知道叶修一定会让他离去的。这天，外面锣鼓震天，两旁有官差开路，一俊朗男子骑着高大的骏马，身披大红花，正是那状元郎回来了。诸事过后，是夜，叶修正高兴着给杨小柳诉说京城趣事，见其兴致不高，就问，小鱼，才2、3个月不见，你是怎么了？怎么感觉你心事重重？听叶修说完，杨小柳顿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，然后将所有的事情说了出来。叶修听后沉默不语，杨小柳也不再说话了，默默地说道，明天一早我就会离开，谢谢你这1年多给我的快乐。叶修终于是开口了，假如爱是一种筹码，我愿意赌上这一辈子。有些人或许错过了就是一辈子，虽然刚刚听着不舒服，但一时不舒服总好过一生不舒服。走过来狠狠地抱住了杨小柳，从此再也没有放手了。说来也是天意，不久叶修就被朝廷任命为莱阳县县令，而杜一凡自从被革职后，原本一肚子窝火的他，看到那圆球般的妻子，气更是不打一处来。
夫妻二人经常为了柴米油盐而争吵，后来妻子受不了他，在菜饭里下了毒，二人双双死在了家中。印证了3年前老道说的那句话：沧海月明珠有泪，蓝田日暖玉生烟。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